不可能，不一定。温柔小姐怎么能这样？怎么能背着老板跟别的男人在一起？他们真的分手啦？老板也太可怜了。不行，这种时候我们必须挺他。你确定你没有看错啊？还是确认一下吧。温柔小姐会和别人约会？老板，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，你放心，我小美会永远支持你，支持徐宓。我们3个商量过了，这个月工资不要了。谢谢你们，在寻觅遇到困难的时候还能不离不弃。老板，其实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去联系新客户。我去策划新方案。我看见温柔小姐和别的男人在一起逛街，那个男人虽然戴着墨镜和口罩，但是依然能看出来很帅。重点他们还手挽手。那个男人身材高挑，眉眼清秀，哎，跟你的气质还有点相似。老板，你怎么还笑啊？是不是刺激太大？傻了？老板，你还好吧？虽然客户抛弃你，员工抛弃你，温柔小姐抛弃你，但是你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啊！眼熟吗？太像了，温柔小姐就喜欢这类型儿。小美啊，帮我订一下爱丽餐厅的夜景位。老板一个人去吗？你怎么来了？老板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越是这个时候，你越不能自己待着啊。今天我不是你的下属，你也不是我的老板，我们是朋友。我陪你一起祭奠那段爱情。我的确心里是有点难受，但是真的不用你来陪我。别逞强了，我都懂。我是你和温柔小姐爱情的见证者，你们从相遇到相识，从相识到相爱，今天我们不醉不归。老板，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巧合，温柔小姐也来这里用餐了。你别往我身后看，找个机会撵走。所以你们没有分居？对啊，我以为你知道呢。为什么不告诉健健？咱不是说好保密吗？那你得分人吧，我都告诉韩青了。韩青跟健健能一样啊？是我不好，我太高估自己了。他开玩笑的。你们先忙，我先走。健健，保密。我们为什么要来婚纱店啊？温柔她不是设计了一双婚鞋吗？我也想设计一双，所以我来找找灵感。你还真是什么都跟你姐比啊？小心点。
先生、女士，你们好，请问你们看上哪一件了？我们不是。女士，您身材这么好，我觉得这件婚纱特别适合你。试一下嘛。你想什么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看看就好。啊，好的，魏欣啊，我一会儿公司有个优惠要看，那我们先回去吧。哦，那你就先回吧，我再拍拍照，再看看。啊，行，那回见。嗯。哎，小姐，你好。我想试一下这件。好的。Hello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想试一下，要不我也换上。苏子光，你过来。怎么了？你把手机给我！你快点把它删了！不可能！你快点还给我！苏子光！健健，老板什么时候来呀？不知道，与我无关，我不配。你在说什么呀？看新闻了没？不知道，与我无关，我不配。现在网上把老板跟温柔小姐骂惨了。什么？凭什么骂他们呀？有个小明星的粉丝拍他哥哥，结果不小心拍到了温柔小姐和别的男生在一起。现在网上分成了两拨人，一拨人骂老板，一拨人骂温柔小姐。这夫妻俩，一个做生意不讲信用，一个谈恋爱不讲信用，真是般配。寻觅还好意思宣称自己为会员营造浪漫的童话故事，我看呀，是血腥童话故事。女人呢，有钱的时候往上扑，没钱的时候赶紧溜。好女人就该共患难。女人嫌贫爱富，老公出事，她立刻离开。那善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公司出这么大事儿，说不定他自己就是个骗婚的，暴饮不爽，成天宣传爱情，到头来自己被爱情捅了一刀不？寡廉鲜耻，薄情寡义，卖的鞋也不是什么好鞋。骂我就算了，凭什么骂善良啊？他们太过分了，凭什么这么骂温柔？温总监，出事儿了！老板，温柔小姐秀场出事了。不光是这里，咱们秀场的其他几个消防通道也都被堵住了。我们秀场的大部分灭火器也都是坏的，消防部门判定我们秀场消防不合格，整改完成之前不能再继续投入使用。之前不是来检查过说没有问题吗？怎么突然又要来检查？他们说是收到了举报。还不明白吗？就是有人故意陷害。那我们赶紧整改啊！你们赶紧把这些杂物清开啊！没有用的，现在清理完这些杂物，去申请复查。消防部门的人来复查完了之后，还要等结果。你算一算，这一共要几天？距离咱们大秀办还有几天？时间上来不及了。他们就是把时间算好。谁这么缺德呀？关键时候来使绊。很明显，就是想让大秀没法办。那怎么办？如果我们大秀延迟的话，和刘梦的工作时间也没法协调了。主要是很多商务都已经谈好了，没法做改变。你觉不觉得这件事跟寻觅的事都发生的太巧了？连风格都很像。这是我们最近调查到的资料，张先生看上去也没什么问题，皮革生意白手起家，但是有一家公司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合作。哪家公司？万利。
善良来了。爸，您认识润丰皮革的总裁江先生吗？哦，小江啊，认识啊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他之前在寻觅找到了相亲对象，两个人顺利订了婚，但是最近遇到了一些问题，正在解决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说是在外面自己做事业，可到头来还得是需要家长来把关。我跟小江很熟，关系不错，需不需要我帮忙说一声？没关系，不用了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好奇什么？我好奇江先生为什么把事情闹这么大，他到底想要什么？看来温柔没回万里的事情，您还是很在乎的。那没什么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把我们之前合作过的场地全都租下来，出高价租下来。总之，不能租给温柔一个垃圾品牌，还想开大秀，真是痴人说梦。绝不允许他做的比万里更好。你好，欢迎您来 Polymoda 的大秀，里边请。Hello，欢迎来到我投资的大秀。你好，欢迎您来观赏我夫人的大秀。里边请。好，再见。张导也到了。哪个张导？你结婚时候那个张导吗？你放心，他这次呢是来拍咱们大秀的。啊，那我也要上镜啦。今天妆怎么样？喂，好，特约模特也到了。Hello。真好。然后包括你的眉形也是，刚才现在头发去掉了，你再帮他收一点。恭喜！
那这一次，感谢各位嘉宾来观赏我们 Polymoda 创办以来的第一次大秀。在这里，我还要隆重感谢一下刘梦女士，愿意来当我们的模特。当然，这一次大秀能够举办成功，都是大家的功劳，还有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那其实 Polymoda 自创办以来，到现在我们遇到了很多的挫折，我必须要感谢一位陪我一直走过来的合伙人，韩青。没有他的支持，就没有 Polymoda 的诞生。韩青在我困难的时候，自己一个人扛下了大秀的所有准备工作，尽快解决的。找场地，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，找投资，我要帮他争取。是他告诉我，女人要自立自强。我就是想知道今天这事你有必要撒谎，有过误解。自从知道你怀孕之后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迁就你、保护你、照顾你。我正式退出。韩青，韩青。但工作上最懂我的人还是你。你呀，就不适合那种浪漫单纯的童话主题。我想到了黑暗童话。我们是最合拍的合伙人。当然还要感谢我们的投资人。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再次谢谢大家。在鞋履跟服装设计行业，我跟韩青都算是新人。Polymoda 也是一个刚起步不久的品牌。那这一次，我们之所以可以举办好这场大秀，还有一个人要感谢，一个对我、对 Polymoda 来说都非常重要的人，他就是我的爱人善良先生。是他教会了我什么是爱。以前我总以为运用技巧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但是善良让我明白，一切的技巧在真爱面前都无所遁形。只要是你喜欢的，就都是应该的。我已经长大了，我希望以后的路我自己走。婚姻中最重要的不是套路，而是爱本身。终于认识你那么久了，还没给我化过妆呢。你真的愿意吗？小美，我喜欢你。笨，不带同款怎么叫情侣戒指？只有毫无保留的爱，我们才能收获真正想要的幸福。那在最后，还要感谢一位，其实这个人我从来都没有见过，但是他却让我受益匪浅，那就是万丽女士。小的时候，我去阁楼玩耍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了万丽女士的手稿，用铅笔勾勒出的样图是那么的美丽。早期万丽的风格一直都是在逆流，她站在风口浪尖上，让逆流变成了潮流。这也深深地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，才诞生了今天的 Polymoda。那现在大秀已经结束了，老公，可不可以抱抱我啦？你愣着干嘛呢？快去呀！你快去呀！哎，万总，温总，万丽不愧是行业第一，这秀太棒了。
有机会一定要聊聊合作。慢走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慢走，谢谢。好，我送送你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。还可以吧，这个秀挺好。那在最后，我还要感谢一个人，一个我从来都没有见过，但是却让我受益匪浅的人，那就是万丽女士。用铅笔勾勒出的样图是那么的美丽。走，去伊朗庄园。我老了。我给你看样东西。老公，寻觅成为第一了。我们终于找到正确的方向了。我们先让客户选择一个在婚恋中最重视的点，职业、性格、外貌等等，在这些基础上进行信息筛选。我以前总是以个人选择来决定寻觅的运营规则，但是现在我意识到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每个人重视的方面也是很难改变的。不像我的选择都是因为你的改变而改变。那看来我得继续刷新一下你对我的认知啊。我对你的认知已经非常清楚了，我只需要确定你很爱我这件事情就够了。谢谢你，在我变成青蛙的时候没有放弃我，之前在寻觅有危机的时候还带着病偷偷为我解决了，我才反思分级制度的不足，寻觅才能有今天的成就。你在得知我是灰姑娘的时候，不也接受我了吗？我知道我做了很多的蠢事，我为了好好留住你的爱，不敢告诉你事情的真相，担心你被别人抢走，一天到晚想办法套路你，不让你离开。但你知道后，不仅不离开我，还默默地给我支持，帮助我，照顾我，给我温暖，给我依靠。抵挡不住你出现，把防备都偷走，拉扯进爱的漩涡，梦一样掠过，任时光不停定格你的轮廓，让我觉得自己像公主一样。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公主。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情，就是错把你当成为我挺身而出的那个人，我才能跟你相恋，发现你的勇敢、善良、耿直，为着自己的梦想不断努力。你对设计的执着是多么的闪闪发光，是你让我每天都充满着力量。看到你努力和开心的样子，我就觉得一切都值得。谢谢你来到我的身边。其实我没有很完美，是因为有你，你愿意包容我所有的缺点，你让我看到了什么是美好，所以我才会变得越来越好。跃起的心动，擦破夜空，短暂的淡漠，守望着，却徒留黑白色。